你知道吗？今年除夕这一晚守对了，你全家添福；守错了，你全家漏财。我今天把这个话讲出来，能刷到这里的都是缘分。到了老天要我点醒你的时候了。很多人一到除夕晚上，那是兴奋得不得了，年夜饭一吃，电视一开，瓜子一颗，然后打麻将的打麻将，刷手机的刷手机，觉得只要眼睛不闭上，这就叫守岁。我告诉你，你这不叫守岁，你这叫耗神，你这是在漏气。尤其是今年2026年，你要是还这么糊里糊涂的过，那你真是拿自己全家人的运势在开玩笑。为什么我说话这么重？因为我不忍心看你们走弯路啊。各位，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是什么年？丙午年，这是60年才出一次的火马年。你看那个丙字，天上一个太阳，你看那个午字，地下一把烈火。这一年天干是火，地支也是火，整个天地就像一个大火炉一样。而在这个大火炉里，除夕这一天，也就是2026年2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我刚刚查了老黄历，这一天叫做辛酉日。这两个字很有意思，辛是珠宝之金，是首饰；酉是凤凰，也是金。你想想看，把一块精致的黄金、新金丢进一个冲天的大火炉丙午里，会发生什么事？这在易经里有个专门的格局，叫火朔金，也叫凤凰浴火。所以今年这个除夕，它不是让你去狂欢的，它是老天爷使这一道关。这一关，你守的做事那个火就是炼金的火，把你炼成真金，让你晚年大富大贵，身体硬朗。你守不住，那个火就是毁灭的火，直接把你家里的财气烧化了，把你身体里的肺经给烧干了。很多人奇怪说，教授，为什么我越过年越累？为什么过完年家里反而争吵不断？为什么我那个老父亲过完年身体突然就不行了？告诉你，这叫自作自受，因为你根本不懂这一天晚上的磁场有多厉害。你只要回头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守这个字有多重要。当年三国的时候，诸葛亮为什么最后走得那么早？因为他太耗了，他事必躬亲，心火太旺，把自己的油给烧干。而司马懿为什么能笑到最后？为什么他能把曹家的江山都接过来？就一个字，守在上方，鼓被大火烧的时候，他没有乱，他守住了自己的气，结果连老天都帮他，降了一场大雨。2026年的除夕，就是你们每个人家里的上方鼓，外面的火，丙午太岁，大得不得了。你家里这点金，心有财库，父母的废气能不能保得住，全看那天晚上子时23点至1点这2个小时你在做什么。如果你还在那里大鱼大肉，喝酒猜拳，大声嚷嚷，那你就是在那把火上又浇了一桶油。等到火把金烧化了，你才来问我，哎呀，为什么今年生意这么难做？为什么孩子这么不听话？那时候太晚了，听懂了没有？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讲透。这不是迷信，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天人合一的高科技。西方人不懂这个，他们觉得时间就是滴答滴答走。我们中国人知道，时间是有能量的，是有五行的。在接下来的几堂课里，我会把2026年除夕的每一个细节从几点开始守，守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红包里要放什么东西来降火，甚至这一天晚上要喝什么水，全部告诉你。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过个好年，更是为了让你家里的那2位老菩萨父母能增寿，
让你家里的那个小太阳子女能添福，让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老本财库，能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火马年。各位准备好了吗？把心静下来，别急，慢慢听。在讲具体的运势之前，我要先跟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但今天你们要换个角度听。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在门口扫地，来了一个客人，问一年有几季？学生说4季。客人摇头，不对，一年只有3季。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差点打起来。孔子出来了，看了一眼客人，说：你说的对，一年只有3季。客人满意的走了。学生很委屈，问老师为什么？孔子说：你看那个人全身都是绿的，他是蚱蜢变的，蚱蜢春天生，秋天死，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冬天。你跟一个3季人争什么冬天？你是自讨没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现在社会上充满了3季人，你跟他讲除夕要守岁，要敬祖先，要谨言慎行，他会跟你讲，哎呀，都什么时代了，那是迷信。过年就是要嗨，就是要去旅游，就是要打牌通宵。各位，对于这种人，你不要跟他争，你只要笑一笑，说你说的对，然后赶紧远离他。为什么？因为夏虫不可语冰，他们看不见那冬天，也就是看不见那个无形的因果。但你我都到了这个年纪，45岁、50岁、60岁，我们见过冬天，我们知道人是有尽头的，运气是有起伏的。中国人为什么要把过年叫过年？西方人那是 Happy New Year， 是快乐。我们叫过，过是什么？是过关。古人早就告诉你，年兽来了。年兽就是天地之间交替时那一股巨大错乱的气，尤其是在今年2026丙午年，这只年兽特别凶猛。我前面讲了，今年除夕是2月16日，干支是辛酉。在易经的意象里，酉代表什么？代表凤凰。辛代表什么？代表珠宝，代表那种很精致很软的黄金。但是年份的气场是丙午，是烈火，这就是一场凤凰浴火的局。凤凰要重生，必须经过烈火的焚烧，烧过去了，你就是神鸟，一飞冲天，烧不过去，你就变成了烤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把自己当烤鸡处理。你看现在的除夕夜，大家在干什么？暴饮暴食，桌子上摆满了肉，吃的肚子胀得不行。我告诉你，辛酉日最忌讳什么？最忌讳浊气。辛金是守世金，他最喜欢水来洗，最怕土来埋，更怕浊气来熏。你吃得满嘴油腻，喝得酩酊大醉，把你身体里的血管脉络堵得死死的，这时候天上的丙午火一下来，你身体里就像高压锅一样，砰的一声出问题了。这叫什么？这叫火旺金融。所以你看，每年过完年，医院里谁最多心肌梗塞的、脑中风的、呼吸道感染的，医生会跟你说是生活规律。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德不配位，你的身体承受不住那个天地转换时的高压电。很奇怪，西方人就不懂这个，他们觉得身体是机器，坏了就修。我们中国人讲天人合一，除夕这一天其实是老天爷给你的一个接收器。这一天天地磁场重置，你要做的是什么？是清净，把家里打扫干净，把心里打扫干净，把身体里的浊气排出去，然后安安静静的
等待子时那一刻的到来。你要做那只浴火重生的凤凰，而不是那个在酒桌上吹牛的三季人。特别是我们45到70岁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小，你这根顶梁柱如果因为不懂规矩被年兽撞断，你家里那把火谁来挡？听懂了没有？这不是吓唬你们，这是义理。好，既然知道了今年的火这么大，那我们身体里最怕火的是哪个器官？是肺，是呼吸系统，还有那个控制全身血脉的心脏。大家要把观念搞清楚。很多人以为要等到大年初一这个年才算换过来，错了。其实早在2026年2月4日，也就是立春那天，天地间的气场开关就已经咔嚓一声切换到了丙午的频道。从立春开始，那匹红马就已经跑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说除夕这一天最危险？因为除夕2月16日这一天是这匹烈马跑得最凶，撞得最狠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局。年份是丙午，这是一团熊熊大火，这是强火。日子是辛酉，这是一块精致的珠宝，这是纯金。在五行里，火是干什么的？火是专门克金的，这叫火烧金，也叫火烁金。好，现在请大家摸摸自己的胸口。在中医和易经的对应关系里，火代表什么器官？代表你的心脏，代表你的血液，代表你的血压。那金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肺，代表你的气管，代表你的呼吸系统。所以2026年除夕的这个气场翻译成医学报告就是8个字：心火太旺，灼伤肺经。这对于我们45岁到70岁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你想想看，人老了怕什么？第一，怕血压高，火旺；第二，怕喘不上气，经伤。这一天晚上，如果你不懂得调节，还在那里大口喝酒，酒是什么？酒是活水，喝下去是热的，更是助长心火。你再在那里情绪激动，为了点小事跟孩子吵架，脸红脖子粗，这时候你的心脏就像一个马力全开泵，拼命的把血往上打，而你的血管和肺经又因为缺乏水分的滋润变得脆生生的。这就像什么？就像你把块金戒指丢进炼钢炉里去烧，能不能炼成真金还是烧成铁水，就看这中间有没有水来调和。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为什么我们过年要吃饺子？除了形状像元宝，还因为饺子是水煮的。为什么我们讲究除夕要围炉？以前的围炉中间是一锅汤，热气腾腾的，那个水蒸气在屋子里弥漫，这就是为了润燥。但是现在的人把这些都忘了，吃的是油炸的，喝的是冰镇的碳酸饮料。各位，冰水浇在烈火上，那是要爆炸的。你一定要记住，今年除夕夜，特别是对于心脏不太好，平时容易咳嗽、嗓子干的长辈，有一样东西是你的救命符。这样东西不是药，而是温水，而且不是一般的温水，最好是阴阳水。什么叫阴阳水？一半滚开的热水阳，对上一半凉，白开阴。这在中医里叫熟水，它才有那种穿透力，能把你的心火引下来，去温暖你的肾水，而不是去烧你的肺经。我这话讲得很白。2026年2月16日，从下午开始，你就要有意识的多喝温水，尤其是感觉到心里烦躁，看谁都不顺眼的时候，千万别说话，拿起杯子喝一口温水，把那股无名火压下去。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你这一天晚上的气就顺了一半。
这叫什么？这叫水火既济。你看《易经》第63卦，水火既济，水在火上，这才叫成功，这才叫圆满。如果是火在水上，火水未济，火往上烧，水往下流，这两个就分道扬镳了，这就是凶相。所以守岁守的不是时间，守的是你身体里的水火平衡，你把身体守住了，接下来我们才能谈别的，我们才能谈历史上那些厉害的人物是怎么利用这种极端的火金天象来给自己改命。读历史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背那个年份，而是为了借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以为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第一次发生吗？早就有人经历过了。今天我们讲讲清朝首富，那位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这个你们都听过，我也很佩服他。他最风光的时候，那是富可敌国，连慈禧太后都赏穿黄马褂。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顷刻之间楼塌了，3天之内几千万两白银化为乌有，最后郁郁而终。很多人说他是被洋人搞垮，是被李鸿章搞垮，那是表面现象。从易经的角度来看，他是败给了天时，败给了他懂得在火旺的时候藏。大家注意听，胡雪岩叫什么商人？红顶商人。在五行里，红色属什么？属火。他的财富是什么？是白银，是丝绸。白银属金，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典型的火炼金的局。当他的运势在火刚刚好的时候，那是越烧越旺，金子越炼越纯。但是当火势大到失去控制的时候，金子就不仅仅是融化了，而是直接气化了，蒸发了。胡雪岩倒台的那一年1883年，癸未年，也是一个极端气候变化的年份。虽然干支不同，但道理是一样。那时候他还要硬碰硬，倾尽家产去囤积生丝，想跟洋人打价格战。这叫什么？这叫飞蛾扑火。在火气最旺的时候，你不知道收敛，反而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筋都亮出来放在火上烤，结果呢，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我要提醒各位的，2026年丙午年也是一个超级大火年。这一年市面上会出现很多像胡雪岩当年那样的机会，你会看到股市像火一样往上窜，你会看到有人一夜暴富，你会听到很多大项目，你的心会痒，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也能当个红顶商人？各位小心了，这叫虚火。对我们45岁以上的人来说，我们不是胡雪岩那种赌徒，我们输不起。在这种火马年，你越想险，越想出风头，越想证明自己宝刀未老，你就死得越快。你要学谁？你要学三国里的司马懿。你看上方谷那一战，诸葛亮把司马懿困在谷底，上面放火，下面放油，那火大不大？比丙午年的火还大。司马懿在干什么？他没有带着儿子冲出去跟蜀军拼命，他也没有在那里骂老天爷不公，他抱着2个儿子下马受降，准备等死。这里面有一层很深的含义顺受。当天大的火灾降临的时候，你唯一的活路就是伏在地上，他不挣扎，他不助燃，结果怎么样？天降大雨，火灭了。这场雨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的劲感应到了天地的生机。如果当时司马懿急着带着兵往火里冲，那场雨就算下来了，他也早就被烧死。2026年的除夕夜就是你们的上方，外面的世界丙午太岁
火光冲天。你坐在家里就要学司马懿，把你的锋芒收起来，把你的脾气藏起来，把你的钱袋子勒紧一点。这一年，凡是跟你讲什么高回报、快速翻倍的投资，你都要把它当成是上方谷的那把火，碰都不要碰。你要做的是守住你的健康，守住你的老本。只要你能在这一年里安安稳稳的做个缩头乌龟，这话不好听，但好用，等到火运一过，精气回归，你就是最后的赢家。听懂了没有？胡雪岩和司马懿，一个是险而被烧死，一个是静而活了下来。你们都是有智慧的人。这个除夕夜你们知道该扮演谁了吧？好，既然决定要静要守，那具体在除夕夜的子时23点至1点这个最关键的时间点，我们要做什么动作才能接住老天爷给我们的保护伞，重头戏来。前面讲了那么多道理，现在我告诉你具体怎么操作，拿笔记下来。这个时间点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这么关键。2026年2月16日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这就是子时。在易经里，子时叫一阳来复，哪怕外面天寒地冻，地底下那第一缕阳气已经开始动，但是今年的子时救了我们的命。为什么这么说？请大家看仔细了。除夕这一天是辛日，根据老祖宗留下来的五属遁元口诀，丙辛起戊子，意思是说，凡是天干是丙或者辛的日子，它的子时一定是戊子时。各位看懂这里面的玄机了吗？太岁是火丙午，日子是金辛酉，火金交战，打得不可开交，偏偏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戊。戊是什么？戊是土，而且是厚重的高山之土，是大堤坝之土。五行讲究什么？贪生忘克，那个不可一世的丙火，一看到戊土，他就不去烧心经了，他转过去生土了，火生土。而这个戊土呢，吸收了火的能量，变得厚实了，转过头去保护心经，去生金，土生金。听懂了没有？本来是火烧金的死局，因为这个戊子时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火生土，土生金的连环相生局。这2个小时就是老天爷留给我们的一条生路，是这一年里你能把煞气转化为财气的唯一窗口期。所以在这2个小时里，你绝对不能睡觉，也不能打牌，更不能看电视。你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脚踏实地。这不是成语，这是动作。第一步，脱鞋袜，在23点到23点15分之间，把你脚上的袜子脱掉。现在人家里都铺木地板、瓷砖，隔绝了地气。这个时候我要你赤脚踩在地板上。如果你家有那种铺了石材的地方，比如玄关、阳台，或者你能下楼踩踩泥土，如果你住透天，那是最好。如果没有，踩在客厅的地板上也可以。第二步，定方位。2026年的财神位在正南方丙午火方，喜神位在西南方。但是今晚我们要接的是戊土之气，戊土居中央，所以你不需要拿着指南针到处找，你就站在你家客厅的正中央，双脚与肩同宽，稳稳地踩在地上。第3步，接气，闭上眼睛，深呼吸，想象头顶有一团火太岁的能量顺着你的头顶流下来，但是它没有烧你，它经过你的身体流到了你的脚下。你的脚下是厚厚的土地，沃土，那个火气进入土地，变成了金黄色的宝藏。然后这个宝藏之气顺着脚底涌泉穴反上来，滋养你的肺，滋养你的钱包，这就叫过电。你只要在这个位置安安静静的站桩，
冥想，或者只是坐着喝那杯我刚才教你的阴阳水，坚持15分钟到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你的手心会发热，你的脚底会发麻，那不是病，那是磁场接通了。这就是把天地间那股暴躁的火气，通过土的转化，变成了你家里实实在在的精气。这时候家里人如果在吵架，你一定要制止。这时候如果有债主打电话来，当然除夕一般不会，你也不要接。你要守住这一刻的静，因为土是安静，是厚德载物的。你越静，那个戊土越厚，它帮你挡灾的能力就越强。各位，这个方法简单吗？太简单了。但是越简单的大道越没人信。大家都想着去庙里烧头香，去抢那个彩头，其实真正的头香就在你自己家里的客厅中央，就在你赤脚踩地的那一刻。好了，气接通了，身体守住了。但是我们家里还有2尊活佛要照顾，那就是我们的父母，还有一个未来佛要培养，那就是我们的子女。在这么一个火炼金的年份，怎么让父母少生病，怎么让子女不惹祸，这是有讲究的。我们中国人讲孝顺。什么叫孝？不是你给他买多少脑白金，也不是你带他去吃多少鲍鱼燕窝，那个叫养口体，是最低层次的孝。真正的孝叫养志，叫顺气。特别是在2026丙午年，家里有70岁以上老人的，你们要特别当心。我反复讲，今年是火朔金，老人属什么？在八卦里，乾卦代表老父，坤卦代表老母。但在生理机能上，老人最怕的就是津液干枯。你看人老了，皮肤是不是干的？嘴巴是不是干的？这就是水少了，火多了。如果不加注意，今年这把丙午火一烧，老人家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咳嗽、便秘、失眠，严重的就是心肺衰竭。所以除夕这一晚，你做子女的能不能帮父母把这个气换过来，直接决定了他们这一年的健康指数。我要教你们一个净茶换气法，这不需要花钱，但需要你的一颗诚心。时间依然是除夕夜的子时23点至点。如果父母还没睡，那是最好。如果父母习惯早睡，你可以在晚饭后或者他们睡前做这个动作。但子时的效果是通天的道具，一杯温热的白开水或者淡茶，千万不要浓茶伤气，要那种淡淡的温温的像玉一样的水。这在五行里取的是温土生金之意，水是流动的，热气是上升的。这杯水就是戊子时的能量载体动作。你端着这杯水走到父母面前，如果可以，我建议跪下来。现在人膝盖太硬，跪不下去。你说，教授，这都什么年代了？各位，你跪的不是你的父母，你跪的是天地，你跪的是因果。你这一跪，你的身体姿势就形成了一个卑字。易经讲，地道曰卑，谦卑才能载物。你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土才能承载父母的火气，转化为福气。口诀，端给父母喝的时候，不要只说爸，喝水要说3句话。这3句话是有能量密码。第一句，爸妈慢慢喝，这叫降火。丙午最怕急，慢就是水，水能克火。第二句，把烦恼都冲掉，这叫洗金。心有金最怕浊，水能洗金。第三句，今年一定身体健康，这叫定卯。言语是有灵的，你在子时说的好话，老天爷听得最清楚。
我讲个真实的案例。高雄有一位林先生，他父亲脾气非常暴躁，也就是典型的火旺。每年过年家里必吵架，老人家高血压，救护车都来过好几次。后来有一年，林先生听了我的课，那年除夕他把那些大鱼大肉都撤了，换成了清淡的菜。到了晚上，他父亲又要发火，他什么都没说，端了一杯温水，跪在父亲面前，说：爸，您辛苦了一辈子，今天喝口水，把烦恼都冲掉，今年一定身体健康。他父亲当场愣住了，眼泪就下来了。那杯水喝下去，老人家整个人就软，那股火气就散了。从那一年开始，他父亲的血压稳定，脾气也好了很多，一直活到现在90多岁。这就是子女的孝心感动了天地，用那杯水把父母的火气给接住了，转化成了寿命。各位，你们不要小看这一杯水，这3句话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磁场下，你的每一个字都是符咒，都是药方。你做了，你父母这一年就平安；你不做，你就是在看着他们往火坑里跳。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天道。好，父母照顾完了，我们再来讲子女。现在的孩子，特别是10岁到25岁这个年龄段，他们正好是火气最旺的时候。你再碰上2026丙午年，那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这一年你会发现孩子特别叛逆，特别容易跟你顶嘴，特别容易冲动做傻事。为什么？因为他们体内的火和外面太岁的火产生了共振，这叫同气相求。如果你还用老方法去压他，去骂他，那就是火上加火，最后一定是爆炸。我见过太多家庭，就是在过年期间，因为一点小事，孩子玩手机，孩子不拜年，孩子顶嘴，父母一巴掌打过去，孩子摔门而出，从此离家出走，甚至做出更极端的事情。各位，这不是孩子的错，也不完全是你的错，这是天使的错。那怎么办？你要用土来化解。土是什么？土是包容，是承载，是不争。在除夕这一天，你对孩子的态度要180度大转弯。平时你管得严，这一天你要放手；平时你唠叨，这一天你要闭嘴；平时你要求他这样那样，这一天你要无条件的接纳他。我教你们一个动作，叫做压岁钱换心法。大家都知道要给孩子压岁钱，但是你知道压岁钱压的是什么吗？压的不是钱，压的是岁煞，是那个年兽的凶气。但是现在的人都搞错了，直接微信转账，或者随便塞个红包，那个能量是传不过去。真正的压岁钱要这样给。第一，必须是现金，而且是新钞。为什么？因为新钞没有被别人的手摸过，它的磁场是干净。你去银行换一叠新的100元钞，哪怕只是2、3张，那个能量比你转账1000块还要强。第二，红包里要放一样东西，一小撮盐或者一片艾叶。盐属土，艾叶也属土，而且能驱邪。你把它跟钱一起放进红包里，这叫土生金，用土的力量把孩子身上那股躁动的火气给压下来，转化成平安和财运。第三，给红包的时间必须是在子时，也就是23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你把孩子叫到面前，不要在人多的时候给，要单独给。你看着他的眼睛，双手递过去，说：这是爸爸妈妈给你的祝福，希望你今年平平安安，心想事成。注意，不要说希望你
好好读书，希望你听话，那是你的欲望，不是祝福。你要说的是他的平安和快乐，这才是真正的爱。孩子接过红包的那一刻，你们之间有一个能量的交换，你的土气通过红包传给了他，他的火气被你的土气给包裹住了，这一年他就不容易出事。我跟你们讲，这个方法我教过上千个家庭，凡是照做的，孩子那一年都特别顺，跟父母的关系也变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用对了方法，你顺应了天使。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除夕这一天千万不要打骂孩子，哪怕他做错了天大的事，你也要忍到初二以后再说。为什么？因为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新年的第一天。这一天你打他骂他，那个凶气会跟着他一整年。你忍一天，就是给他积一年的福。这叫什么？这叫父母的德。好，父母照顾了，子女安顿了。现在我们来讲最现实的问题，钱。2026年这个火马年，财运到底怎么样？我先给你们泼盆冷水。这一年，大部分人的财运是动荡，是不稳定。为什么？因为火克金，金就是钱，火太旺，金就容易融化流失。你会发现这一年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可能上半年你赚了一笔，下半年就因为一个意外全赔进去了。可能你投资了一个项目，看起来很火，结果一夜之间就崩盘了。这就是火烁金的特征。所以我的建议是2026年不要贪，不要赌，不要想着一夜暴富，你要做的是守财，而不是发财。那怎么守？我教你们一个除夕夜的聚财法。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非常有效。你需要准备3样东西。第一个红包袋，第二6枚硬币，最好是1元的硬币。第三，一张红纸，写上你的名字和财库2个字。为什么是6枚硬币？因为6在易经里是坤卦的数，坤为土，土能生金，土能守财。为什么是硬币？因为硬币是金属，是真金，纸币是纸，是木生火，反而会助长火气。在除夕夜的子时，你把这6枚硬币洗干净，擦干，然后一枚一枚地放进红包里，每放1枚，你就说一句话：一生2，二生3，三生万物，财源滚滚来。6枚放完，你把那张写了名字和财库的红纸也放进去，然后封口。这个红包不要打开，把它放在你家里的财位上。2026年的财位在正南方，也就是丙午方。如果你家正南方是厕所或者厨房，那就放在你的卧室或者办公室的正南方。这个红包就是你的财库，它会帮你把这一年赚到的钱牢牢守住，不让它被火烧掉。到了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除夕，你再把这个红包打开，把里面的硬币拿出来花掉，然后重新做一个新的，这叫财气流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在2026年这一整年里，这个红包绝对不能打开，也不能移动位置，它就是你的定海神针，是你的财库守护神。各位，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硬币是金属，它有磁场，红包是红色，红色属火，但这个火是小火，是文火，它不会烧掉你的金，反而会温养你的金。6枚硬币代表6合，代表圆满，代表土的力量。你把它们放在财位上，就是在告诉宇宙，我的财库在这里，请帮我守住。
宇宙是有回应，老天也是公平。你做了这个动作，你的潜意识就会收到一个信号，我要守财，我不能乱花钱。这个信号会影响你一整年的消费行为，让你变得更加谨慎，更加理性。这就是心想事成的原理，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好了，讲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人心里还有一个疑问，教授，你讲了这么多，都是让我们守，让我们静，让我们不要动，那我们这一年就什么都不做了吗？就眼睁睁看着别人发财，我们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吗？各位，你们又错了。我说的守，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要乱动。守不是消极，守是积极的等待，是战略性的收缩。你看那个农民，他在冬天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不种？但他在干什么？他在积肥，他在修农具，他在为春天做准备。等到春天一来，他马上就能播种，马上就能收获。2026年丙午年就是你的冬天，是你的蛰伏期。这一年你要做的是3件事：第一，养身体，把你的健康养好，把你的精气神养足。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连命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用？第二，养人脉，多跟那些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多帮助别人，多积累人情。人脉就是钱脉，你今天帮了别人，明天别人就会帮你。第三，养智慧，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智慧是最大的财富，它能让你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把这3样养好了，等到2027年丁未年，火气一退，土气回归，那时候就是你大展拳脚的时候。那时候你再去投资，再去创业，再去拼搏，你会发现一切都顺风顺水，贵人遍地。为什么？因为你在2026年守住了，你没有被火烧死，你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更强壮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厚积薄发，这就是易经里讲的君子长气于身，待时而动。你不是不动，你是在等那个对的时机。时机不对，你动得越多，死得越快。时机对了，你轻轻一动，就是一飞冲天。所以2026年的除夕夜，你要做的就是给自己定一个基调。这一年，我要守住健康，守住家庭，守住财富，守住初心。你把这个基调定好了，你这一年就不会烂，就不会慌，就不会被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诱惑给带跑了。最后，我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除夕夜的禁忌。很多人不懂，觉得过年嘛，开心就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错了，除夕夜是有很多禁忌的，这些禁忌不是迷信，是老祖宗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生存法则。第一忌，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什么叫不吉利的话？死、病、穷、倒霉、完了，这些字，除夕这一天绝对不能说。为什么？因为言语是有能量的，你说什么就会吸引什么，特别是在子时这个能量转换的关键点。你说一句今年完了，那个完了的能量就会跟着你一整年。我见过一个老板除夕夜喝多了，跟朋友开玩笑说，哎呀，今年生意不好做，我快要破产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第二年他真的破产了。这不是巧合，这是他自己的嘴巴给自己下了咒。所以除夕这一天，你要说好话，说吉祥话，说祝福的话，哪怕你心里再苦，你也要笑着说，今年一定会更好。第二季，不要打破东西碗、杯子、镜子，这些东西在除夕夜打破了，那是大凶。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代表圆满，代表完整。你把它打破了，就是把你的福气打破了。如果真的不小心打破了怎么办？马上说岁岁平安，越打越发，然后用红纸把碎片包起来，初五以后再扔掉，这叫化解。第三季不要吵架，除夕夜吵架那是最损福报的。你跟谁吵？跟父母吵，你就是不孝，来年你的事业会不顺。跟配偶吵，你就是不和，来年你的婚姻会出问题。跟孩子吵，你就是不慈，来年你的孩子会叛逆。所以除夕这一天，哪怕对方再过分，你要忍忍，一时风平浪静，忍一天，福泽绵长。第四季不要熬夜玩乐。我前面说了要守岁，但守岁不是让你通宵打麻将、唱卡拉 OK， 守岁是守神，是守气，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做我教你的那些动作。如果你在那里大吵大闹，那个神就散了，那个气就乱了。你不但守不住岁，反而会把自己的福气给耗光。第五季不要在子时睡觉，这是最关键的。很多老人家习惯早睡，到了10点就要上床。各位，今年不行。2026年的除夕夜，你一定要撑到子时过了再睡。为什么？因为子时是一阳来复，是新旧交替的时刻。你在这个时候睡着了，就等于你缺席了这场宇宙的盛会，你就接不到那个新年的能量。你可以坐着闭目养神，可以静静地喝茶，可以做我教你的那些动作，但就是不能躺下睡觉。等到子时一过，凌晨1点以后，你再去睡，那时候新年的能量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了，你这一觉睡得才踏实，才有福气。好了，经济讲完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2026年2月16日除夕夜，这是一个火烁金的局，是一个凤凰浴火的考验。这一夜你守对了，你就是浴火重生的凤凰，来年一飞冲天。你守错了，你就是被烤焦的鸡，来年举步维艰。怎么守？记住6个字：静、图、水、孝、慈、守。静是心要静，不要急躁；土是要接地气，要脚踏实地；水是要多喝温水，要滋润你的肺经；孝是要孝顺父母，给他们敬茶；慈是要慈爱子女，给他们压岁钱；守是要守住财库，不要乱花钱。你把这6个字做到了，你这一年就稳了。你做不到，那我也没办法。个人有个人的命，个人有个人的福，但是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你听到了，你就有责任去做。你做了，你就是在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你就是在为你的家人积福。最后的最后，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是我的恩师传给我的，现在我传给你们：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老天爷不会偏袒任何人，但他会帮助那些心存善念、行为端正的人。你想要老天爷帮你，你就要先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守规矩的人，做一个懂得敬畏天地的人。2026年的除夕夜，就是你向老天爷证明你是个善人的机会。你把我教你的这些方法做到了，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我懂规矩，我守本分，我值得被祝福。老天爷看到了，他就会在这一年里给你开绿灯，给你铺路，给你送贵人。反过来，如果你不听，你还是按照老样子过，大吃大喝，大吵大闹，那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我不在乎，我不信这一套。老天爷也不会勉强你，他就让你自己去碰壁，去吃苦头。等你碰得头破血流了，你才会回过头来想，哎呀，当初那个教授说的是对的，但那时候已经晚了，机会只有一次，过了就是过了，所以珍惜这个除夕夜，珍惜这个机会。这不仅仅是一个节日，这是一场考试，是老天爷给你的一场人生大考。你考过了，你就升级了；你考不过，你就留级了，甚至降级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每一个听到这堂课的人都能够在2026年2月16日这个除夕夜，安安静静的守好这一夜，平平安安的迎接新的一年。愿你们在丙午火马年里，不被火烧，反而被火炼成真金，越活越有福气，越活越有智慧，越活越有钱。记住，守岁守的是命，守的是福，守的是你全家人的未来。这不是迷信，这是天道，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传下来的生存智慧。你信，你做，你就会受益无穷；你不信，那也是你的选择。个人有个人的因果。最后祝大家2026年平安喜乐，财源广进，阖家幸福。